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石黑诚志先生所著的《预防认知症压力管理》这本书。本书特别适合于那些希望了解如何有效管理压力、改善肠脑健康，从而预防认知症的读者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压力会导致认知症；第二，作者亲身实践的应对大脑压力的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压力会导致认知症。从人类自然衰老的过程来看，大脑应该能够在健康寿命内维持其社会功能。然而，认知症则是一种使大脑无法正常运作、妨碍社会生活的退化状态。尽管衰老是一种自然现象，但认知症并非是衰老的必然结果。以日本为例，现如今日本65岁以上的人群中，每5人就有1人罹患认知症。根据流行病学研究和干预实验的结果，认知症实际上是一种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疾病。不健康的饮食、缺乏运动、睡眠不足、过度饮酒以及长期的慢性压力都会增加患上认知症的风险。作者通过观察发现，许多认知症患者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经历了长时间的压力。长期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基因结构，而这些改变一旦发生就无法逆转，会严重影响大脑的功能。随着压力的持续，损伤会不断加重，最终会给大脑造成不可修复的伤害。不过，作者还提到，长期的压力导致大脑损害的结果并不是必然的。拥有较强复原力的人能够更好地应对压力，避免大脑受到严重的损伤，而那些复原力较弱的人则更容易被压力所击垮。复原力强的人，即使面对巨大的压力，也能够有效化解，并平息身体的压力反应。幸运的是，复原力是可以通过训练来逐步增强的。如果我们无法有效应对长期压力，未来可能会增加患上认知症的风险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作者亲身实践的应对大脑压力的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改善肠道环境。肠道中的细菌会生成多种物质，其中包括对大脑有影响的氨基酸。这些物质通过直接作用或通过自主神经系统向大脑传递信号。这种肠脑互动在现代医学中已被广泛接受。当人体承受压力时，肠道菌群的正常功能会受到影响，破坏肠道的屏障作用，导致有害细菌和毒素进入体内。同时，这些毒素还会破坏大脑的屏障，使得有害物质最终进入大脑，引发大脑的炎症。因此，维持良好的肠道环境对预防大脑问题和认知症是至关重要的。从这一点出发，作者作为肠道健康专家，自然也关注大脑的健康。他指出，饮食固然重要，但这只是改善肠道环境的一部分。更关键的是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习惯，特别是在压力状态下。研究表明，肠道菌群与复原力密切相关。保持健康的肠道环境可以增强我们应对压力的能力。作者回忆了自己在大学医院工作的经历。当时他常常身处于高压的环境中，每天面对手术的紧张感、患者的病情以及论文的截止日期，压力让他感到焦虑，甚至时常因烦躁而发火。周围的人也觉得他令人难以相处。但在过去5年中，随着他逐步改变生活方式，整个人变得更加平和，连家人也发现了他的变化。这种改变并非刻意追求，而是随着改善肠道环境自然而然发生的。作者过去的饮食习惯非常不健康，经常吃巧克力、油炸食品和三明治，排便也不规律，导致肠道环境的恶化。随着他开始摄入富含食物纤维的食物，并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，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明显好转。他重新找回了积极的心态，热情投入到新事物的学习中，并改善了人际关系。为了更好地应对压力，改变对事物的看法也是一个有效的策略。这种方法在心理学中被称为重新框架。接下来，我将分享作者在生活中自然掌握的几种重新框架的方法。第2个方法是接受无法改变他人的事实。
当我们与他人的意见不合时，往往会试图通过辩论去击败对方，这可能会带来短暂的满足感。然而，即使成功让对方无话可说，他们也不会因此而感激你，反而可能导致关系的恶化。我们需要意识到，不论是家人还是外人，意见分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试图改变他人的想法并不现实，因此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尤为重要。当我们拥有这种心态后，生活中的烦恼会大大减少。无论是孩子不听话、伴侣不理解，还是下属不接受建议，我们都不会因此而动怒。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，而我们自己也很少因为他人指出错误就改变看法。所以，与其努力改变他人，不如接受现状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摆脱烦恼。当然，改变思维模式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要想控制情绪，需要通过长期的自我训练和调整。第三个方法是，当情绪失控时，给情绪贴标签。当你感到愤怒或不悦时，大脑中的杏仁核会瞬间被激活，这时候，您的血压会升高，心跳加速，肌肉紧绷，这是战斗反应的表现，通常在一瞬间就会发生。因此，当别人惹怒您时，条件反射般的抱怨、不悦的表情或行为是不可避免的。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，这种反应帮助我们迅速在恐惧或不安中做出战斗或逃跑的选择，从而生存下来。然而，在现代日常生活中，判断迟缓带来的致命危险已经不再常见，因此情绪的瞬时反应并不再是必须的。这种本能般的行为需要被我们主动控制和抑制。前额叶皮质负责抑制被激活的杏仁核。当前额叶皮质能够冷静地判断时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：我现在有点生气，或这个人到底想表达什么，从而抑制和调整愤怒或不悦的情绪。如果对引发愤怒的事情置之不理，而是压抑情绪，反而会增加压力。因此，激活前额叶皮质的第一步是意识到自己情绪的产生。当你感到愤怒时，承认自己因某些话语感到生气。通过这种客观的视角，思维的主导权便从杏仁核转移到了前额叶皮质，进而避免了反射性的反驳或讽刺对方。这种方法被称为情绪标签法。研究表明，给情绪贴标签能有效抑制杏仁核的活动。MRI 扫描也验证了这一点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愤怒或不安呢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套应有的规则。比如，有的人会认为在电车上化妆是不可思议的，或者认为在吃饭时不应该使用手机。当这些自认为的常识被违反时，我们的大脑就会受到刺激，情绪便油然而生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眼前引发情绪波动的事件，实际上是自己的应有规则以另一种形式的展现。当您意识到愤怒或不安反映的是您内心的价值观和期望时，您可能会更享受这种情绪的波动。例如，作者在面对情绪起伏时，会思考这件事能教会我什么呢？通过这种方式，情绪激发前在前额叶皮质中加入一个缓冲区，可以让自己先思考，然后再做出反应。如果您不再反射性的反驳或判断他人的话，而是先将所有信息吸收，再决定是否产生情绪波动，并确认自己的价值观。这一过程看似繁琐，但经过练习后会变得更加自然，不会花费太多时间。最终，你也不再被情绪牵着走，压力也会大大减少。作者认为，认知症预防对维持人生后半段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。虽然过去我们对认知症预防的讨论很少涉及应对压力的方式，但研究已经证明，压力对大脑是有损害的，而压力的主要来源是人际关系。因此，如何应对他人和外界的刺激，需要更加深入的思考。过去人们形成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，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们的人生。改变对他人和社会的过度反应，并培养宽容和感恩的心态，虽然困难，但并非不可能。作者通过改变对他人的攻击性态度，逐渐走向包容和协调，
他发现自己以前长期积累的愤怒和压力也随之消失，放下固有的思维方式，迎接一个没有多余压力的新人生，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乐趣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